日子，青春不曾放假，不同经历学习茁壮成长。有时眼泪要和笑容说话，吵闹对着温馨牵挂。人性的真善美，让梦想伟大。我们等你把爱散发，真情照亮四方，就尽情欢唱，歌颂友谊不间断。感情的种子在年月里发芽，每段旅程都有它的代价。今天看树上开满希望的花，明天甜美果子都挂满枝桠。人性的真善美，让梦想伟大。我们等你把爱散发，真情照亮四方，就尽情欢唱，歌颂友谊不间断。杜老师，哎，杜老师，好，嘘，安静一点点，回去你们的座位，准备上课吧，哈。Jessie， 回去你自己的座位。杜老师，你是不是很喜欢我们的花海才会回来的？我不只喜欢，我非常非常的感动，谢谢你们。不过今天我回来不是来当你们的老师，而是陪我的朋友 Jessie 上课。好，朋友。嗯哼。起立，心里。崔老师早安。好，你们大家坐下。老师不舒服，这一节课你们自己自修。好。崔老师，崔老师。哎，杜老师是你啊？对不起。你来的正好，我这一整天都在拉肚子。又来了，你帮我代课啊？就这样。崔老师，崔老师，我没有准备啊。杜老师太好了，又可以听你讲课了。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听我讲课？你不是常常戴着你的耳机的吗？只要你肯教我们，我以后都不会再这样了。真的啊？我会记在心里的。崔老师临时叫我代课，我都不知道应该教你们什么。老师，你给我们讲故事。既然今天我的身份是你们的朋友，我就教你们一句关于友情的诗。海内纯林，这是唐朝诗人王勃的作品，意思是只要我们交到知心的好朋友，以后无论身在何处，就算远隔天涯，也如近邻。主要是要赞美美好的友情。这一班怎么那么近啊？看来崔老师真的有一套啊！希望你们能珍惜彼此，能相亲相爱，互相扶持。会是杜老师啊？他什么时候回来上课？为什么我不知道？谢谢。慢慢来。副校长，不好意思，要你照顾我。同事一场，我是应该照顾你的。来，让我帮你擦点药油，会比较舒服。不好意思吧？没事的，坐近一点。来，躺下。我有上过护理课程，经常都帮学生这么做的。来，拉上，我帮你擦。不用不好意思。
怎么样？是不是比较舒服啊？暂时要进口，油炸的食物千万别吃，还有奶制的饮料千万别喝啊！如果腹泻不止，就一定要去看医生，知道吗？喂，我跟你说话，你听到吗？副校长，我的心跳突然间变得很快，呼吸困难，有点急促。我看你还是详细做一个身体检查比较好，这种事不能开玩笑的。副校长，谢谢你，你让我想起了我的妈。你载人的用词很特别哈，那好好休息吧。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就是他了。走啊！刚才看到你讲课啊，同学们都听得很专注。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群学生这么专心听课，一个都没借过离开。人都是这样的，可能他们知道我已经离职了，再也不会看到我，所以才觉得错过可惜。我是觉得他们现在才发现你的好，才这么专心听你讲课的。你已经得到他们的认同了，现在这个时候离开，你不觉得太可惜吗？校长，我已经找到工作了，下个月就要报到。哦，真的吗？是什么薪水的工作啊？是你想要的吗？编写教材很有挑战性。我对你的能力有信心，不过我觉得你的心还在这里，不然的话你也不会为了杰西留在学校。可是什么？可是你不是老师，也不是辅导员，更不是杰西的监护人，你是以什么身份留在学校？我的身份是他的朋友，而且只是这1-2天而已。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你如果真的要帮杰西，要帮这一群孩子，最直接的途径就是当他们的老师。你的位置，我会替你保留。校长，这不太好吧？我建议你尽快找一个正式的老师来取代我，不要耽误他们的学习。谈何容易啊！师生的关系是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来建立和磨合，才得到彼此的信任的。对不起，辜负你的所托。我跟你说这些不是要责备你，我只是要让你知道，一个老师不是这么容易被取代的，尤其是一个像你这样的老师。你的脚好了？好多了，谢谢。早知道你会回来，我就不用带着全班同学在大太阳下排练了。其实我只是说说罢了，没想到你们竟然会当真。看到你们这样做，我真的很内疚。你应该开心才对，你今天亲眼看到了，同学们为了要你回来，竟然想尽办法让果菜园开满花。以前的他们哪会这么齐心做一件事？谢谢你。刚才我看到花海的那一刻，真的很感动。这是同学们的一点心意，我只是给点意见，帮他们排练。我相信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一天。有你这句话，他们的辛苦都是值得的。杜老师长，早。回来了。你看你，多受欢迎。我受伤回来都没有同学那么问候我。怎么样？花都开了，你几时要回来？过2天我会和正南一起去欧洲旅行，暂时没有这个打算。没想到你们发展的这么快。我父母也会一起去。正南一向喜欢自己一个人背包旅行，自由自在。为了你，他竟然可以牺牲个人喜好。对了，那天你送给我的那只丑小鸭，为什么会变成天鹅？你现在才发现啊？谁会想得到？我以为只是一个普通的玩具，没想到浸在水里之后，竟然会变成天鹅。当初送给你，是想让你知道，
丑小鸭也是可以变成天鹅的。希望你给自己还有给同学们多一点时间。好了，别想那么多了，开开心心的去玩吧。人性的真善美，让梦想伟大，我们等你把爱散发。人性的真善美，让梦想伟大，我们等你把爱散发。副校长在等德士啊？不是叫你别骑电单车的吗？怎么不听啊？吃了你的药，我好多了。那就好，早点回去休息吧，路上小心一点啊。这个时候是很难等德士的，相见不如偶遇，让我送你一程吧。不用了。哇，大太阳底下，你们女生晒多了会失雀斑的。我知道。你看，我连头盔都为你准备好了。谢谢你啊，可是我小时候呢就很怕骑脚踏车，更何况是电单车啊。放心，我骑电单车都10多年了，我出车祸的次数呢是0，比坐飞机还要安全呢。谢谢你的好意啊，我不想破了你的记录。副校长，我陪你等德士吧。算了，死就死吧，我去坐你的车。皇天不负苦心人，不能同年同月生，但愿同年。你走不走啊？啊，走。哦，我帮你带。我自己来吧。副校长，我的第一次就给你了。什么第一次啊？你胡说什么啊？对不起，我是说你是第一个我载过的女人。是不是没有人敢坐啊？当然不是啦，我不是一个随便的男人，不是女人我就载的。副校长，你会不会觉得我们当老师的每天在学校里很难找到心仪的对象的？你可以去相亲啊。不用，我今天才发现，原来幸福就一直在我的身边。哎，你小心啊！哦，你不要吓死我！哎呀，你看路啊，不要看我，知道吗？啊，知道了。我真的是不敢坐电单车，我看这是我最后一次坐。不过呢，我还是要谢谢你送我一程。不客气，我送你上去。送我上去？不必啦，大白天不必送。那你到家打个电话给我。打电话给你？报平安啊。好啊，那你给我你的电话号码。好，我写给你。有没有纸？啊，没有，就写在我的手上吧。好。我怕痒，哎呀，是不是很好玩啊？以前我小时候就是这样子记朋友的电话号码的。没想到你还有童真的一面啊！我还有很多优点等着你去发掘。我保证不会让你失望。你先走吧，我很忙的。好，拜。拜。不是说好我来载你的吗？你干嘛又上大宝的车呢？谁叫你不敢停？看到我还故意开走。我不想让人家知道我们的关系。为什么？你是超级红星，怕你的粉丝心碎，还是你有老婆，我有老公啊？你几时听我在同一间学校，校长跟副校长谈恋爱的？如果这件事传出去，不是当人家笑话吗？怎么会呢？你不少老师也是这样的嘛。问题是我是一校之长，我不想让人家以为我滥用职权追求你呀。你也知道大宝的为人的，
如果让他知道我们的关系，他一定会昭告天下的。那又怎么样啊？我只是想低调一点，不要成为人家的画饼。照你这么说，我每天就不能坐你的车离开，我每天呢都要走几个巴士站等你，一辈子呢不可以光明正大跟你在一起，永远偷偷摸摸，就像你的情妇一样。啊？如果你不愿意公开我们的关系，以后上下班我就每天坐大把的摩托车。你怎么那么幼稚啊？你这么做不是纯想气我吗？你说我幼稚是吗？好啊，以后在学校呢，我就会跟你保持远距离，我能保证没有人看得出我们的关系。组长快一点呢，我们还要拿去卖的嘞。Sorry 哈，我这是要拿给毛毛的，不可以卖的。哇，你也是啊，要做多那就做多那，出那么多白单干什么？一个要卖10块啊。我这个是要送人的。送给谁啊？不是你，也不是我就对啦。原来你们都在这里。Mr. Go， 怎么又想去卖多呢？总得找外快，不然怎样？人家给我们钱啊。可是上门兜售食物是犯法的。再说你们又是说谎骗人，博人家同情。不然应该怎么卖呀？我还 OK 啊，每次都是我最快卖完。人家看你是女孩子，也是因为同情才跟你买的啊。自食其力也不行，那就是死路一条喽。君子爱财，应该取之有道，有没有听过？钱是要赚，不过不能犯法，最重要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喂？什么？哦 ，OK。喂，你去哪里啊？没有时间解释啊。喂 Mr. Go， 这是给你的。你最近好像瘦了。是吗？我终于减肥成功了。你一点也不胖，为什么要减肥？再说你这个年龄不应该节食。你不要管我肥不肥，快点吃我做给你的多奶，很特别的。好啊，反正我肚子饿了。好吃。我花了这么多心血，你看都不看就吃了。外形是不错，味道也很好啊。你是毛毛的哥哥吗？他一整天都不吃东西，一直吵着要哥哥，所以我才让他打电话给你。你进来啊。哦，好。毛毛。哥哥，我好想念你哦。毛毛干嘛不乖啊？为什么不吃东西？我想念哥哥。想念哥哥就可以不吃东西咩？想吃什么啊？哥哥去买。我要吃面。好，我去煮面，你先坐下来陪毛毛。谢谢阿姨。来。毛毛啊，那个阿姨对你好吗？好啊。那晚上睡得好吗？这里很冷。那他们有没有帮你盖被呢？有，但是冷气很冷。哥，我要跟你回家。哥，你不要我了，是不是？当然不是啊。任性的真善美，让梦想伟大，我们等你把爱。哥，我要玩。来去，小心点啊！哦。耶，真好玩啊！小心点啦！哦。喂，毛毛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毛毛不喜欢那个地方，是我把它带出来的。有没有搞错？这是拐带嘞！什么拐带啊？毛毛是我的妹妹哎。说的也是。哎，我们这次回不去了，他们一定会找上门的。文胜啊，我们可不可以暂时住在你家？当然可以，可是你不怕老爸？带着毛毛流浪街头，不是更可怕？你干嘛不把他带回家啊？算了，那个只要老公不要孩子的女人，你也指望我靠她？
你跟你妈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自从上次被她打了一巴掌之后，我就发誓，我宁愿睡街头，我都不要靠她。好啦，最多给我老爸10吃药应该就可以了。文胜啊，我会报答你的。抱你的头啊！可是你要多到几时啊？他们不会这样就罢休的。管不了那么多啦。你们暂时就睡在这里吧。等是。哥，我不用回那个安迪的家了，是吗？嗯。耶！谁找你啊？怎么一直打来？毛毛他的安迪喽。那手机还开车干什么啊？小心被追踪啊！不是吧？戏里面每次都这样做的吗？真的吗？哎，我去冲凉啊！你们要喝什么自己拿。Thanks。你们是谁啊？你们为什么在我家？你们是谁呀？安哥是我。你们来我家偷东西了？没有，不是，打死你们！我是自强。打死你们！打死我了，安哥，打死我！爸，他是我的朋友啊，你忘了？那天在福利部见过面的啊。怎么是你啊？你怎么突然间生出个小妹妹来了？害我都认不出你了。没事了啊，没事了。我叫你买的马票有没有开？没有啊。有没有帮我买全打？哎 ，sorry 啊。哇，这么香啊！快去拿盘，我们准备吃饭喽。这么快？当然，当厨师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快，不能让顾客等太久。看来你是蛮有潜能的，样子也很像哦。哇，没想到你只用蛋就可以变出那么多的花样。这叫做全蛋餐。现在你知道为什么考试每次烤鸡蛋了吧？我也喜欢吃鸡蛋。哼，毛毛喜欢吃鸡蛋啊，那你就吃多一点，以后才会烤鸡蛋。老爸，你怎么叫毛毛烤鸡蛋啊？那是你说的吗？你说要考100分很容易，要烤鸡蛋很难呐。哇，这种话你都说得出啊？吃了，话那么多。哇，真的很好吃。拿多一点啊。毛毛啊，帮公公拿4个号码。你不是我的公公，我没有公公。你没有公公，我做你公公。别做坏小孩子啦！哎，你懂个屁呀！来，毛毛，帮公公拿4个号码。来，喂，以后我们去上学，毛毛怎么办啊？不知道，应该跟你爸爸在家哦。不行，那时我就是被他打到脸青鼻肿啊，太危险了。你爸爸会常常发作啊？不一定，他自己也不知道几时会发作。怎么会这样的啊？我老爸很喜欢买 4D 的，每次都买同样的号码，有一家忘了买，结果就开了头奖。他受不了，就变成这样哦。哇，真的很可怜呢。我才可怜呢。我看我还是暂时不要去上学，看着毛毛算了。也只好这样啊。毛毛乖啊，今晚开头奖啊！哎，记得帮我买啊，10大10小6412啊。知道了。还要全打。嗯。我去把它记下来。哎，10大10小可以挣多少钱啊？我也不知道哎，从来没帮他买过。喂。啊，知道了，马上到。哎，去哪里？去做工。做工？做什么工啊？替人家做waiter咯。这没有听说过。什么事都跟你讲，你不是很烦？哎，帮我看着我老爸。啊，穿了。锦良，你认识他吗？他是我的学生。他已经在这里几天几夜了，你可以赶快带回去吗？我不想搞出人命来。锦良，锦良，锦良，做什么？跟我走。不要管我，不要再逃避了。走，放开我！走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
放开我！拉我出来做什么？我不用你管了。你这样算什么？难道你这样做，你爸爸就会好起来？你知道他现在最关心的是什么吗？不是他瘫痪的事，他最关心的是你啊！他还叫我们不要让你知道，怕你自责，担心你内疚。你只认为你爸爸以你为耻，不关心你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他就会把你送来这间学校。他是用心良苦，他不担心他还能不能走路，他担心的是你能不能重新站起来。你自己想想，如果现在躺在医院的人是你，你爸爸会不会像你一样，在网吧打游戏机，对你不闻不问？够了啊，不要再说了。我就是个废物，一块烂泥。我生来就是这样，我还能做什么？我不要你管了，不要你管了。所以你选择逃避，自暴自弃，这样你比较好过，对吗？好，如果你还是要这样堕落下去，你继续吧，不用担心，你爸爸我会帮你照顾。这是他叫我交给你的。人性的真善美，让梦想伟大，我们等你把爱散发。人性的真善美，让梦想伟大，我们等你把爱散发。在找什么？我的新漫画书呢？全被我丢了。那些是我买的，你凭什么丢我的东西啊？你买的？谁给你钱买的？成绩一团糟，还整天看漫画。你知不知道，里面有一本是妈妈送给我的，现在买不到了。好，不让我看漫画是吗？那我也不读书。他骗我，原来他都没有丢。你觉得我现在对这只手表说对不起，有用吗？你干什么？慢慢来，医生说你不能超车过急的。我希望能快点好起来。
这样俊良就不会这么难受了。他还是没来看你吗？他一定是内疚，不敢来面对你。我知道。俊良，校长，爸，没人罚你站啊，过来坐啊。你爸叫你坐啊？爸，对不起。爸爸也有错，这么多年了，我还是不知道要怎么当一个好爸爸。你找到了。爸，为什么你对我这么好？可以一次又一次的原谅我。傻孩子。因为你是我的儿子啊。爸。依琳，你怎么跑来了？我怕你闷，所以来陪你。我一点都不闷，我在看书。我看闷的人应该是你吧？我承认就是了。不如我们去骑脚车。依琳，你要明白，我留在学校的目的是要帮助那些有需要的学生，让他们随时找得到我。我也是学生啊，为什么不可以陪我？你现在又没事，只是要我陪你解闷，我办不到。那时候你有肯陪我骑脚车？那时候你心情不好，我是想开解你。我现在也是心情不好。你现在只是无聊，是不是要我出事你才肯陪我？别胡闹了，快回去吧。那我老实告诉你，我得了绝症，就快要死了。不要一直说自己有绝症好吗？我是说真的。你一直用死来当威胁手段，你有没有听过狼来了的故事？我没有，为什么你就不相信我？我不是不相信你，只是你要知道。不用说了，不陪我是吗？你会后悔的。依琳，依琳。让我等那么久。哎，我要冰啊！好，我等一下拿给你。等一下要多久？我现在就要喝哎。好，我立刻拿给你。哎 ，sorry， 哎，你 sorry 有用没？你现在是不是不爽？我不是故意的，你需要那么大声吗？你现在什么服态度？我都说 sorry 了，你想怎样？你还不去拿冰？管你去死啊！慢慢等啦。喂。哎，你找我干什么？无聊咯，没地方去，不是来找你哦。小姐，我在做工，你没有去找志强啊？他要陪妹妹，再说找他又不好玩，你在卡拉 OK 比较好玩嘛。我是在做工，有什么好玩的？反正我又没来过这种地方，来看看也好啊。这种地方很复杂的，你还是回去吧。又没人叫你陪我，你去忙你的，不用管我。喂，那是别人的，放下。不要那么小气嘛，一杯饮料都这么计较。不是钱的问题，何况你哪里可以喝酒？不用紧啦，又没人看到，我喝一点点就是了。别闹了。
帮我喝一点。哎，放回去啦！那么啰嗦啦，喂，帮我喝一点。我这里拿冰，你拿到 JB 去啊？好，我立刻去拿。别喝了。哎嗨，那是你哦。嗨，跟朋友一起来？不是一个人。一个人？我也是一个人哎。我朋友他放我飞机。你想喝酒？我带你去喝啊。好啊。让梦想伟大，我们等你把爱散发。任性的真善美，让梦想伟大，我们等你把爱散发。怎样？好喝吗？刚开始有点苦，可是越喝越好喝。当然了，酒是好东西 ，OK？ 来，再来。喝什么酒啊？走，我带你回家。喂，你干嘛你？我带你回家。不想回家。听到没有？人家不要回家，你还不放手？你欠打啊！喂。喂，我是。什么？志香把妹妹带走了？怎么会这样？好，你放心，一有消息我马上通知你。Mr. Go， 依琳怎么了？他跑去喝酒了。喂，他怎么会去喝酒的？他跑来我做工的地方找我，我没空陪他。我放工后看到他和一个男的一起去喝酒，还喝到很醉啊！我想送他回家，他又不肯。Mr. Go， 你帮我嘞。依琳，你才几岁就学人家喝酒？我17岁。我跟你讲啊，我已经长大了。你知道你这样做很危险吗？尤其是女孩子，很容易吃亏的。幸好文胜找到你。吃亏就吃亏了，反正又没有人关心我。谁说没有人关心你？你妈妈每天做工，还不是为了你？我这样做也是因为你啊，难道你不明白吗？你在说什么？你是假不懂还是真不懂？我说，我是因为你。依琳，你喜欢 Mr. Go 啊？是，我是喜欢 Mr. Go。依琳，我是你的辅导员，有什么事你可以找我，我会尽量帮你。可是我们的关系就是这样而已。辅导员就辅导员啊，为什么不可以？你不要胡思乱想，我们是不可能的。什么事情都可能，是你不愿意罢了。你年纪还小，这个时候应该专心读书。啊，不喜欢就不喜欢呐，不要讲这么多话，吵死人了。依琳，走开啊！依琳，文胜，帮我看着他，别让他出事。杜老师，你不用陪我了，我可以自己进去。好，记住，只要打开心胸，诚心对待，一定可以交到朋友。可是，如果我对他们好，他们还是不喜欢我，怎么办？没关系，你就继续对他们好，总有一天他们会接受你的。去吧，加油！老大，你终于回来了！我不是你的老大，叫我的名字。习惯了嘛。你在做习题啊？你转进了。哇，连你也转进了，会帮我捡垃圾，搞不好一转身就去跟老师打小报告。
喂，你不帮忙也就算了，不应该这样子讲Jessie吧？这里怎么说？你会吗？小心啊！耶，真好玩啊！你看你老爸，玩的比妈妈都开心。我已经很久没看到他笑得那么开心了。耶，我还要玩。依蕾，干嘛？怎么没上学啊？是不是怕被 Mr. Go 看到啊？傻到我！我警告你，昨晚的事不准再提。昨晚发生什么事啊？你还是不知道比较好，不然有人要心碎啊。还说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啊？没事。对了，你想带毛毛多少几时？Mr. Go 已经知道了，我怕他会找到你的。你千万不可以露出马脚 ，please。我跟你那么好，谁会相信我不知道你在哪里啊 ？Sorry， 害你都不能去学校。没关系啦，我们都是问题少年。如果我不帮你，谁会帮你啊？反正我也不想再拖累你了，我会快点想办法搬出去的。我是无所谓的。不然搬来我家。我就知道你们在这里。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没经过监护人的同意就把毛毛带走，你还在缓刑期间。要是对方报警，后果会怎么样？你有没有想过？毛毛是我的妹妹，现在到底是谁拐带谁啦？毛毛年纪还小，需要成人的照顾。福利部这么做也是为毛毛好。大人就是这样，做事情都说是为孩子好。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毛毛要什么？毛毛才几岁，他怎么懂得分辨是非？为什么把事情想得这么简单？是你把事情想得太复杂。那就是他抢了我菜，上啊！爸，快跑！给我别跑，追！赶快报警！不要走了！我们已经报警了，快管啊 ！Mr. Go， 警察来了！警察来了！还不跑！ Mr. Go， 你没事吧 ？Mr. Go， 你醒醒 ！Mr. Go。爸呢？还在厕所啊？他就是这样，每次要出门就说尿急。妈，干嘛这么紧张？姐夫都还没来。哎，no， 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。我去开门。嗨，姐夫。嗨，思维，快进来。姐夫来了。别乱叫。伯母。不好意思，还要再等一会儿，老的还在厕所里呢。不急，德士还没到。我妈就是那么紧张的。老的，你到底好了没有？正南来了。哎呀，来了，催得我呀，连裤子都来不及穿了，可以出发了。好。喂？什么？怎么会这样的？现在怎么样了？好，我马上赶过去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学生出事了，我得马上赶过去。你先带我父母去机场，如果我赶不及，你们先上飞机，我直接才飞过去和你们会合。哈？思曼。都说我为你们开启一片天地，我说你们给我最喜欢的旅行，或许分不清，但至少我很确定，你们的笑让我变得更平静。都说我带你们音乐变换四季，我说你们给我最美丽的风景。世界太拥挤，但透过你们的眼睛，我看到我自己。原来生命可以这样连在一起，
想到熟悉到最后变成了不能够分离，原来生命可以这